很多人都以为失眠只是晚上睡不着，但真正的问题是第二天根本没有恢复。你以为只是没有睡好，其实是整个身心系统没有恢复好。慢慢的，我们可能还会发现反应变慢了，注意力抓不住，脑子里面像起了雾一样，情绪也开始变得不稳定。时间久了，我们甚至还会怀疑是不是自己出问题了。其实并不是这样，睡眠不是补觉，是恢复系统。我们白天所有的消耗，身体的、情绪的、精神的，都是在睡眠过程当中被归零。如果没有完成，人就一直卡在没恢复完的状态。表面上看好像只是没有睡好，实际上呢是整个身心系统没有完成修复。那么时间一长呢，我们可能就会感觉自己的反应越来越迟钝，情绪越来越不稳定，意识对身体的掌控变弱，就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判断和决策。这样的变化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。睡眠是会伴随我们一生的一个环节，我们学习了解睡眠的相关问题，通过有效的行为去改善管理我们自己的睡眠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睡好了就是得劲儿，我们睡好了，精神好了，我们对自己人生的掌控感也会更加强一点。这条视频我们把入睡技巧和睡眠管理拆开讲清楚，人是怎么进入睡眠的，人又为什么会失眠，以及哪些地方是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有效行为去改善的，做出调整的。这就是我们通过长期的观察和实践，找出失眠的因素，找出原理，然后呢顺藤摸瓜的找到解决办法。既然我们要解决的是入睡问题，要解决失眠，所以我们就要首先看一下到底什么是睡眠，睡眠是如何发生的。人体在身体疲劳、精神疲劳的时候，精神意识会陷入停机状态，这就是睡眠。就好像是人体这个生物机械的供电断开了，掉线了一样，就是我们的身体不再被意识掌控，完全失去意识控制，进入无干涉状态。反过来讲呢，要进入睡眠，只需要减少意识的掌控程度，就会自动进入睡眠。我们能掌握的并不是睡着这个行为，而是做了什么能够直接进入睡眠状态，让睡着这个结果必然的发生。那么反过来呢，与睡眠相对抗的就是失眠了。失眠日常大致分为两种，一个是临时性的失眠，比如说明天有什么事情，或者已经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，就会突然的睡不着觉，但是呢这个事情过去了，也会自然的恢复到正常的睡眠习惯。还有一种就是习惯性的失眠，长期的入睡时间超过了半个小时以上，越想睡越清醒，就是躺在床上就不知道怎么搞。再更严重一点的，看到床就感觉到害怕。我们在进一步了解和管理睡眠之前呢，需要明白一件事情，每个人他是存在个体差异的，我们的性别、年龄、身体结构都会有差异，所以就要结合自己的具体的实际情况来判断，跟着调整。那有的人他要睡4个小时就感觉到精神饱满，他就大可不必睡到专家说的8个小时。那有的人呢，他要睡12个小时才感觉到精神恢复了，这个时候他睡8个小时就是不够的。有的人心脏功能强大，有的人呢肝脏又会弱一点，连续工作3、4个小时左右可能就累得不行了。这些都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甚至同一个人在同一年夏天和冬天的睡眠又不同，这些就需要我们去观察和做判断，结合实际情况。我们再来讲睡眠的4个阶段，这4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会直接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，其实并不是入睡技巧那么简单，都是细节问题。第一个是睡前准备，第二个是入睡时间，第3个是半夜醒来，第4个出镜了吗？看一下，稍等。啊，出镜了。哇，上面挪一挪，挪一个。这4步
我们每天都在经历，只要我们睡觉就会经历这4个阶段：睡前、入睡半夜可能要醒来一下，早上醒来，就是这4个阶段，每天都会经历，却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细节。如果我们要全方面的改善自己的睡眠质量，睡得好一点，就需要从这4个阶段入手。睡前准备是被很多人忽略的一点。入睡就意味着今天一天结束了，就跟太阳早上出山，然后升到最顶上落山了，我们今天的生活就打烊了，收工了。首先我们要准时入睡，不要有压力不要觉得我规定自己10点钟睡觉，我到了10点01分就开始紧张。就是利用我们的生物钟，睡眠也是有生物钟的，我们可以规定一个时间，就是到了点就去睡，这样呢到了点就会困。在我们对自己的睡眠情况比较了解之后，我们就能对自己醒来的时间有一个比较精确的掌控。其实什么时候醒不是醒的时候去决定的，是由我们的入睡决定的。如果说准时睡觉是良好的睡眠习惯的开端，那么不良习惯的培养是什么样子呢？我到了11点不是很困，我决定还玩一下手机，然后才去睡觉。结果到了1点2点，人是困了，但是就是还是不想睡觉，我决定再玩一会儿。这个时候就不叫失眠，这不叫自己想睡睡不着这是自己主动选择不睡觉，这是主动选择的失眠。第一个是明确的习惯的培养，第二个是我知道我等等要睡了。既然我知道我在这个点要睡了，那么比如说我在10点钟睡觉，那么我在9点钟的时候不要再去做那些刺激神经让大脑更活跃的行为，可以是看书睡觉。很多人看书不爱看书，就这个看书是催眠的，那么你就去看书。有的人散步，有的人泡热水澡，就是什么行为都可以，你起码就是要有一个收工了的仪式感，你得知道今天结束了，熄灯了。这些睡前放松的行为其实都是为了让我们的意识松散、平静、安静下来，这样能让我们到了点之后自动的开始入睡。这个时候其实还有一个点，很多人可能忽略了，睡不着是因为家里面灯非常的亮，非常刺眼，可能就在家里面有意识的把灯光调暗，光线暗下来了，意识就会自动的昏沉下来，就是灵活的去应用这些环境对人的影响来进行调节。还有一个情况要说一下，它不是失眠的那种睡不着，就是睡不着，躺下很精神，也不困也不累。这个时候就是不要因为别人说10点钟应该睡觉了，然后你还因此感觉到有压力，那就起来做一些平淡的缓和的事情，继续消耗精力就好了。慢慢的该睡了，你就会自然的睡觉。因为培养睡眠不是一天就能形成的，一定是一个循环的习惯，慢慢的去观察和培养。睡前的这些准备就是我们做一些放松的事情，让我们的大脑安静下来，让我们的意识涣散，就会更容易入睡。到点了就会出现困意，如果出现亢奋睡不着的情况呢，那就起来继续消耗，这样就会形成自己的睡眠习惯，找到这个最佳的睡眠循环，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非常省力，非常开心，因为睡好了就是精神好。接着入睡时间，我们从躺下到睡着的这段时间就叫入睡时间，时间越短越健康。沾到枕头就睡着的这种为最佳，超过1分钟的，1分钟不严格超过1分钟还没有睡着的，其实已经开始出现入睡困难了。超过1分钟还没有睡着就会开始蔓延，10几分钟、半个小时、1个小时这样。我们举列一些常见的不良入睡习惯，看看自己当中有没有或者有哪一些。第一个，躺着胡思乱想，精神就会紧绷，精神紧，意识就会聚焦，这样是不容易睡的。第二，开始思维，让大脑动起来，让神经工作，无法短时间静下来，这样也不利于睡着。第三，有事情担忧，是过去的，是明天的，心悬着，我们的神经也会紧绷。第四，
咖啡等神经类刺激食物让我们的神经亢奋，无法入睡。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注意饮食啦。接下来我们就讲睡着的方法、入睡技巧。虽然意识涣散有助于睡眠，但是入睡技巧的话也分为意识聚焦的方法和意识涣散的方法。技巧有很多，但是类型就是这2样，都是通过对意识的干扰。我们先说聚焦的处理方法。聚焦呢，点聚焦，我们的注意力持续的关注在一个目标对象上。那么关注什么呢？这个目标对象的选择也是有一些小技巧的。我们可以选择远离大脑的目标对象，比如说脚底板，持续的关注会产生精力的消耗，很容易就会入睡。或者躺着睁眼看天花板，躺着躺着就丢失了，掉线了，睡着了。这个聚焦的方法能让我们相对的大脑干净，但是也会在使用一段时间过后发生一种情况，就是关注着就开始关注自己脑海当中的想法去了，又开始走向过去的这种心理习惯的关注，开始胡思乱想。这个是不知不觉发生的不知不觉发生的，这个才叫身心习惯。而意识涣散的方法，它天然的就是比意识聚焦更容易入睡。躺下，全身放松，大脑放松，让大脑不要去思维，让意识涣散，这个时候就会发生秒睡、秒掉线的这种情况，非常容易入睡。还有意识涣散，还有另外一种入睡方法，它不是通过放松来的，就是让我们的大脑、我们的心智去自动的编故事，就不要主动的去想。不主动想，就让它惯性的去跑，就是开始脑海里面编故事，编着编着就睡着了。最没有后遗症的就是放松这个方法，这些都会无形中培养一些不良的心理习惯出来。不管是意识聚焦的入睡技巧，还是意识涣散的入睡技巧，其实都是为了让意识和我们的身体失去连接，就断开连接就行了，就是为了促成这个结果发生。第3个阶段，半夜醒来，本身晚上醒呢是比较正常的，没有必要去过度的妖魔化。如果不自觉的让我们的大脑重新进入比较活跃的状态，就是你没有这个放松，没有意识涣散的这个意识的话，可能就比较麻烦。当半夜醒来发生了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只需要重新重复前面的第1阶段、第2阶段就行了，全身放松，躺着，意识涣散。但同样，如果是精力足的情况，好啰嗦呀如果是精力比较充足的情况，那么你就起来消耗消耗，睡不着也没关系，没有必要强迫自己入睡，但是一定要有放松、意识涣散的这个行为去做。你不这么做，非得让自己去想东想西，非得琢磨琢磨，我怎么还没睡着？我想着想着想睡觉，怎么睡不着呢？你想的内容和你的行为是背道而驰的。当我们脑海当中有很多想法的时候，我们的神经非常活跃，意识非常聚焦，这个时候怎么能睡得着呢？你不断的去主动思考，主动去发生这个行为，所以睡着不是靠我想睡着，是要靠我们的有效行为来促成睡着这个状态的发生的。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早上醒来，当我们的精神恢复充足了，就会自动醒来。但如果是精神还没有睡够的情况，那就不自觉的会产生拖延、赖床这种行为，就好像精神不是很好，起床又起不来，想睡又睡不着，那怎么办？就当成半夜醒来，继续重复。如果有时间的话，继续重复1和2，再次入睡就行了。既然是早上醒来，那么就涉及到早上怎么醒的问题。通常我们会用闹钟把自己叫醒。年轻的时候可能还感受不到差别，因为修复能力很好，但是年纪大了之后会比较建议用比较温和的方式。怎么叫醒呢？其实就是我们睡前准备说的准点入睡。准时入睡就决定了你的起床的时间，这个就叫生物钟的培养，而不是用闹钟。生物钟就更温和，是自动醒的。所以睡眠其实就是一个技术活，我们只需要掌握放松，让意识涣散，大脑空白，不思维，不聚焦，那么入睡就不会再是一个问题。当我们学会了入睡技巧，
掌握了自己的最佳睡眠循环，这个时候我们无形当中其实也就掌握了自己人生的1/3了已经。如果你只是偶尔的入睡困难，按照我们前面说的这4个阶段去调整，就已经完全够用。但是如果你是长期的用脑过度，神经已经非常紧绷，这种情况呢，就是已经忘了怎么放松了，就需要通过深度放松的练习。不要收藏这个视频说以后慢慢照做，放松我们现在就能全身放松，今天放松，今天照做，今天晚上咱们就能睡个好觉，好吧？5月份的14天静坐体验课的时间是5月1日到5月14日，欢迎参加，再见。